大家好，我是勿搞发音勿好出门往二毛裤。咁么我现在呢辣辣龙昌路个241弄和242弄搿搭。咁么搿两只弄堂呢，老早子是日本书厂个普通职工和高级职工个两只弄堂哦。咁么里向房子呢也有100年左右了。咁么现在就跟牢我镜头，阿拉一道进去参观一下吧。走。上次答应大家来拍一下龙昌路的541弄和542弄，那么今天我就过来了。先来带大家看一下龙昌路542弄，因为它在龙昌路的东面，所以叫做东白灵寺。说到东白灵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初，当时日本人在杨浦的杨树浦开设了许多纺织厂，其中就有大康纱厂，也就是后来的国棉12厂，规模最大。而东白灵寺就是日本人开办的大康纱厂普通职员的住所，建于1922年。环境相比西白灵寺简陋很多，大部分都是2层建筑，此外还有汽车修理房、食堂等。那么肯定很多人都很好奇，它为啥叫白灵寺呢？难道这里以前有寺庙吗？其实不是哦，这里从未有过名为白灵寺的寺庙。之所以以寺为名，是因为日本名古屋市有座白灵寺，而当时日本纱厂的日籍高管对白灵寺情有独钟，于是便将这边的日式里弄住宅称为白灵寺。好了，我们现在找其中的一栋房子进去看一下。由于年代较为久远了，这里的房子呢确实颇为陈旧十分的沧桑。房型是典型的日式住宅，和澳门路660弄的日式洋房很像啊，都是比较迷你型的。再来看到底楼的天井，肯定是很多年没有使用过了啊，杂物非常多，杂草丛生。灶批间也是有点脏乱。上楼看一下，2楼呢也是有一户住户，这个楼梯呢也是咯吱咯吱作响。这边的大门都是敞开的，里面的房型呢也都是一样的，也都是72家房客了。现在好了，看完了普通职工住的东白灵寺，再去对面看一下高级职员住的西白灵寺。西白灵寺就在它的马路正对面啊，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我们看到西白灵寺不愧是高级职工宿舍，门口的保安亭都是这种6角亭啊。不过发现541弄进去之后呢，门口都是一些普通的公房啊，好像和高级职员住的洋房有些差距嘛。后来我找了附近的居民问了一下西白灵寺主要的一些洋房呢是藏在里面的，门口这些公房呢是后面造出来的从这边开始就是西白灵寺的洋房了。西白灵寺是日本人开办的大康纱厂高层职员的住所，也是建于1922年。当时大康纱厂生活区等级森严，日本籍职员又按职务高低分住不同档次的住房。举个例子像当年厂里的车间主任或者科长以上的职员，宿舍一般都住在西白灵寺。像西白灵寺里面包括数十幢规格不一的日式花园住宅，一幢会所，后来改成了龙昌路第2小学，还有一个游泳池，一个图书馆，比起东白灵寺确实显得高级很多。像这个窗子是日式建筑里面比较经典的格子窗。你别说，这个房子的造型还真的是蛮好看的。这个房子感觉像一个教堂一样，是尖顶的。找一栋房子，我们进去看一看。确实比东白灵寺那边的房子要高大宽敞不少，厨房间也是弄得比较干净。虽说西白灵寺是以前的高级职工宿舍，但由于年代也比较久远了，所以这边的房子呢和东白灵寺一样，也是颇为陈旧了。
不过能看得出来，这个采光还是蛮不错的啊，整个房子里面还是比较通透的。厨房现在也是公用的。你别看这些房子现在看上去都比较老旧了，想当年住在里面的确也是一种比较顶级的待遇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大家了解东白灵寺和西白灵寺的故事吗？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秋裤哦。喜欢秋裤的也可以点个赞、点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大家再会。